咱常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可您见过这公公也难过美人关的吗？大家都瞧着苏培盛为了个崔槿汐，又是进慎刑司受罪，又是给甄嬛下跪，觉得这老头子活了一辈子，最后倒成了个情种。嘿，您要是真这么想，那您可太单纯了。在这吃人的紫禁城里，情分值几个钱？苏培盛跟崔槿汐那点对食的事儿，哪是奔着热炕头去的？那分明是苏培盛在给自个儿找政治合伙人呢。他背叛皇上，那是看准了皇上这艘大船要沉，得赶紧跳到甄嬛这艘快艇上来。这就跟咱现在的职场一样，老领导不行了，你不得赶紧找个新大腿抱住。接个咱就聊聊苏培盛是怎么把办公室恋情完成了夺嫡生死局的。哎呦，您各位老哥哥老姐姐，咱常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可您见过这公公也难过美人关的吗？大家都瞧着苏培盛为了个崔槿汐，又是进慎刑司受罪，又是给甄嬛下跪，觉得这老头子活了一辈子，最后倒成了个情种。嘿，您要是真这么想，那您可太单纯了。在这吃人的紫禁城里，情分值几个钱？苏培盛跟崔槿汐那点对食的事儿，哪是奔着热炕头去的？那分明是苏培盛在给自个儿找政治合伙人呢。他背叛皇上，那是看准了皇上这艘大船要沉，得赶紧跳到甄嬛这艘快艇上来。这就跟咱现在的职场一样，老领导不行了，你不得赶紧找个新大腿抱住。接个咱就聊聊苏培盛是怎么把办公室恋情完成了夺嫡生死局的。话说这紫禁城的冬日里，那红墙根底下的雪还没化干净，养心殿里头的炭火倒是烧得旺。皇上坐在那宽大的龙椅上，眉头拧得跟麻花似的，心里头正为那凌云峰上的甄嬛闹别扭呢。您各位咂摸咂摸，这时候谁离皇上最近？不是那满朝的文武，也不是后宫的娘娘，而是那个永远低着头猫着腰，手里稳稳端着一盏热茶的苏培盛。这苏公公的一双手伺候了皇上几十年，皇上咳嗽一声，他知道该递枇杷膏；皇上抬一下眼皮，他知道该撤了谁的牌子。可就在这看似平静的倒茶声里，一场惊天动地的信息阻断战已经悄然打响了。您瞧，当皇上装作不经意的提起那凌云峰的苦修可还清静时，苏培盛那端茶的手稳得简直不像个活人，可他那眼珠子在热气腾腾的茶烟后头飞快地转了那么一圈。他没急着答话，而是先轻轻吹了吹浮沫，这才慢条斯理地回了一句：回皇上，听说那是清苦的紧，连口热乎饭都难吃上。您听听，这话里有话啊。苏培盛作为皇上的大秘书，他太清楚皇上这种老男人的心思了，嘴上说着厌气，心里其实还惦记着那口旧情。这时候苏培盛的身份其实变了，他不再是皇上的影子，而是甄嬛放在皇上枕头边上的传声筒。在咱们现代职场里，这叫什么？这叫高管身边的小人，他控制了老板能听到的所有负面反馈。他故意把甄嬛说的惨，就是为了勾起皇上的那点子愧疚感。这种心理拆解开来，其实是苏培盛在做一种极高明的预期管理。他知道甄嬛迟早要回来，因为他已经和崔槿汐达成了那个名为对时实为利益同盟的地下契约。他必须让皇上觉得接回甄嬛不是他在徇私，而是皇上自个儿在怜香惜玉。这种背叛是最高级的，他不流血，却直接左右了老板的决策方向。您说，一个掌握了老板情绪遥控器的员工，他还是个简单的奴才吗？咱们再往细了看，在那御书房的阴影里，苏培盛每一次退下时的脚步，都踩在了皇上多疑的节拍上。皇上这辈子最怕什么？怕背叛。可他万万没想到，自个儿最信任的生活秘书，正利用这种信任，再给他织一张弥天大网。
苏培盛在倒茶的时候，那是连水声都要控制在最小，这种极致的细节控制力，背后是对人性极度的冷酷。他看着皇上为了甄嬛长吁短叹，心里头怕是在冷笑：您这江山坐得稳，可您身边的信息茧房，是我苏培盛一口气一口气吹出来的。这就映射到咱们现实生活中的人情世故了。您在公司里要是得罪了老板身边的秘书或司机，哪怕您业绩再好，只要人家在老板累了乏了的时候，似有若无的提那么一句您的小毛病，您这辈子的前程也就到头了。苏培盛这就是在利用职场上的信息差进行权力变现。他背叛皇上的第一步，不是直接反水，而是通过筛选信息，让皇上变成了一个睁眼瞎。他让皇上只看得到他想让皇上看的东西。比如甄嬛在凌云峰受的那些苦，真的是苏培盛心疼吗？不，那是他手里的一张牌。如果甄嬛不回来，苏培盛在后宫的势力就只能局限在太监堆里，只有甄嬛回来了，他才能通过崔槿汐这个纽带，把手伸进后宫权力的最核心。这种心理博弈，简直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肉搏战。苏培盛在那盏茶里加的不是茶叶，是迷魂汤，是让皇上逐渐丧失判断力的慢性毒药。您各位咂摸咂摸，这老狐狸的手段是不是让您脊梁骨发冷？他每一次弯腰，其实都是在俯视这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在苏培盛眼里，皇上已经不是主子了，而是一个可以被操弄的、充满弱点的大客户。他得稳住这个老客户，同时把新产品的代理权，也就是甄嬛的回归，卖出一个天价。这出戏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苏培盛表现的比谁都忠诚。当皇后党羽想给凌云峰使绊子的时候，苏培盛往往是那个不小心走漏风声给甄嬛的人，然后再在皇上面前演绎出老奴失职的戏码。这种两头瞒、两头吃的手段，真是把职场厚黑学玩到了极致。他深知，在紫禁城这种地方，绝对的忠诚就是绝对的死亡。只有不断的制造矛盾，然后再去解决矛盾，他这个大总管的位置才能稳如泰山。这就好比咱们现在的某些职场老油条，故意在项目里留个漏洞，等老板急得团团转的时候，他再如神兵天将一般把漏洞补上，以此来彰显自己的不可替代性。苏培盛对皇上的背叛，本质上是对权力的重新分配。他通过那一盏茶，那几句似是而非的闲话，硬生生的在皇上和甄嬛之间拉起了一道警戒线。这道线，他想让他松，皇上就能见到甄嬛的影子；他想让他紧，甄嬛在凌云峰就是死路一条。您说，这难道不比明面上的刀光剑影更吓人吗？这其实就是一种隐形权力，是那种躲在阴影里，通过操控别人的情感和认知来达到目的的顶级智慧。苏培盛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完成了对皇上的心理侧写，还精准地捕捉到了皇上由于老去而产生的孤独感。他知道皇上需要一个能说真心话的伴，而他苏培盛不仅要当这个伴，还要当这个伴的引路人。这种心理上的架空，才是背叛的最高境界。可您要问了，苏培盛这么做，他自个儿不害怕吗？万一哪天皇上醒过味儿来，他这颗脑袋不就保不住了？嘿，这就是苏培盛最鸡贼的地方。他每做一步，都要给自己留好3条退路。他在帮甄嬛的时候，手里一定握着能置甄嬛于死地的把柄。他在伺候皇上的适合，也一定表现得比任何人都卑微，都无私。这种极致的伪装，让他成了这后宫里最安全的背叛者。他在那盏茶里看透了皇上的底线，也看透了甄嬛的野心。他知道未来的天下是属于这个狠辣的女人的，而皇上这轮旧日已经快要落山了。作为职场顶级的风向标，
苏培盛必须在那盏茶还没凉透之前，就给自己换一个更稳当、更暖和的杯子。这种对时事的精准把控，这种对人性的透彻拆解，才是苏培盛能活到最后、笑到最后的核心逻辑。他不是在背叛皇上，他是在背叛一个即将破产的老东家，去投奔一个正处于上升期的独角兽企业。您说，换作是您，在那个节骨眼上，您是守着那份注定要过时的忠诚等死，还是像苏培盛一样，悄悄在那盏茶里给自己倒出一片新天地？这种选择其实每天都在咱们现实生活的职场里上演，只是没那么多繁文缛节，没那么多红墙绿瓦罢了。说到这儿，咱这闭环也就圆上了。苏培盛利用这御前伺候的机会，通过一盏茶的功夫，成功的在皇上心中种下了想念甄嬛的种子，同时也向凌云峰那边发出了我已入伙的暗号。这第一场仗，他打得悄无声息，却胜得盆满钵满。这种总结升华到咱们人生哲理上，就是真正的聪明人从不站在光亮处大喊大叫，他们永远躲在阴影里，通过控制最微小的细节来决定大局的走向。苏培盛这盏茶喝下去的是皇上的信任，吐出来的却是甄嬛回宫的铺路石。您各位咂摸咂摸，这其中的滋味是不是比那上好的龙井还要苦涩，却又回甘无穷？可这还没完呢，苏培盛这步棋走得虽妙，但那凌云峰上的甄嬛可不是那么好控制的。更何况这后宫里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皇后，和无数个想取代苏培盛位置的小太监。苏培盛接下来的路，那是刀尖上行走，火海里翻身。尤其是他和崔槿汐那场闹得满城风雨的对视风波，到底是意外翻车，还是他精心策划的又一出苦肉计？咱们书接上回，聊完了那御前的一盏茶，咱得把目光从那金碧辉煌的养心殿移到那荒烟蔓草、冷风嗖嗖的凌云峰。您各位咂摸咂摸，这紫禁城里最有权势的太监，放着宫里头遮风避雨的红墙大院不带，非得往那荒山野岭跑，难道真是为了看那几棵歪脖子松树？非也，咱得深挖那凌云峰上的那一柜，看看苏培盛跟崔槿汐的对视真相，到底是老树开花的真情流露，还是苏公公这只老狐狸在这人生下半场里给自己下的一场倾家荡产的政治豪赌？话说那日天阴沉沉的，凌云峰的小径上满是碎石，苏培盛那一双平日里只踩在汉白玉砖上的靴子，此刻却沾满了泥泞。他瞧见崔槿汐在那儿费力的挑水，那单薄的身影在寒风里晃晃悠悠，苏培盛心头那一块硬如铁石的冰似乎真颤了那么一下。可您各位得睁大眼瞧仔细了，苏培盛这种在皇上身边伺候了半辈子，见惯了后妃冤死，见过无数人头落地的狠角色，他那心里头长出来的情从来不是纯粹的。他在那一刻蹲下身子，帮着槿汐扶起水桶，那一双满是褶皱的手搭在桶沿上，眼神里透出的不是简单的怜爱，而是一种如获至宝的算计。这叫什么？这叫职场中的强强联手，是他苏培盛在权力的天平即将倾斜时，为自己找的一块最沉重的砝码。你想啊，甄嬛在凌云峰虽然落魄，可她肚子里、脑子里那股子狠劲没丢，更重要的是，皇上心里那颗种子还没死。苏培盛那是何等样人？他看准了甄嬛这只潜力股迟早要触底反弹，可他一个御前总管，凭什么去跟一个曾经弃若敝履的废妃重修旧好？他缺一个投名状，缺一个能让他名正言顺，甚至是以受害者姿态切入甄嬛阵营的契机。于是乎，这对时的名目就成了他最好的伪装。您各位再细细品味那一柜，当甄嬛为了槿汐的前途，也为了自己的回宫大计，
在那草庐前对苏培盛流露出那一丝祈求时，苏培盛并没有端着大总管的架子，而是实打实的跪了下去。这一跪惊天动地，跪碎了主仆尊卑，却跪出了一个利益共同体。表面上看是老光棍想娶媳妇，想找个知冷知热的人度余生，可心理深度拆解开来，这其实是苏培盛在进行职场上的风险对冲。他深知皇上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这大清朝的航船虽然看着稳，内里早已千疮百孔。他这种老臣，一旦皇上龙御宾天，最好的下场也就是去守皇陵，弄不好还得被新主子清算。他得找个接班人，找个能在他老了残了的时候，还能在太后宝座上说得上话的人。而崔槿汐就是连接他与未来太后甄嬛之间最稳固的期待。这哪是谈恋爱啊？这分明是两个职场高管在公司合并前夕，通过私人联姻的方式完成的资产重组。在咱们现实生活里，您看那些大企业的合伙人，私底下不仅一起打高尔夫，连家里孩子的婚事都要捆在一起，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万一公司倒闭或者权力更迭，大家手里都能攥着对方的底牌，谁也别想轻易把谁踹下船吗？苏培盛这一跪，跪的是崔槿汐，看的是甄嬛，算的是这往后20年的富贵荣华。这种心理状态其实是一种极度的清醒与极度的残忍。他甚至算准了，这种对时的事儿一旦爆出来，定会引起轩然大波，但他要的就是这个波。没有这个波，他怎么能名正言顺地成为甄嬛的自己人？没有这个波，他怎么能在皇上面前演绎出为了爱情甘愿受罚的苦肉计，从而彻底洗清他身为皇上耳目却倒向后妃的嫌疑？这中间的环境渲染，咱得盯着那间破旧的草庐，屋檐滴着水，冷风钻进领口。苏培盛这种习惯了锦衣玉食的人，在那儿待上半个时辰都觉得是受罪，可他偏偏待了那么久。他在跟槿汐嘀咕什么？绝不是那些个卿卿我我的俏皮话，他是在教槿汐怎么拿捏甄嬛的心，怎么在关键时刻给皇上递那一封求救信。这种细节映射到现实，就像是一个在总部握有重权的 HR 总管悄悄跑去分公司跟那个最有前途的项目经理接头。两人谈的不是业务，而是怎么架空那个已经老糊涂开始胡乱裁员的老板。苏培盛对皇上的背叛，在凌云峰这一跪里达到了质变。他不再是那个只负责传话的传声筒，他成了这出戏的导演。他看着甄嬛那张写满野心的脸，心里头那是门儿清，这个女人回来就是要报仇的。而他苏培盛愿意递上那把刀，只要甄嬛能保证他在那刀光剑影里毫发无伤。您说，这难道不比甄嬛跟果郡王那点风花雪月要狠得多吗？那俩人是奔着情去的，苏培盛跟崔槿汐是奔着命去的。这一跪不仅是他人生的转折，更是他在职场博弈中从守成者变身为破局者的标志。他利用皇上对他的一丝怜悯，利用甄嬛对他的一丝依赖，在这两股巨型势力的缝隙里，硬生生的给自己挤出了一个不败之地。您各位咂摸咂摸，这世道最怕的就是苏培盛这种人。他平时低眉顺眼，仿佛没了一根脊梁骨，可真到了要命的关头，他比谁都敢豁出去。他在凌云峰那一刻的心理活动一定是极其复杂的。他可能也有一瞬间想过，万一输了怎么办？万一皇上震怒，直接把他剁了怎么办？可他这种活成了精的老油条，早就把皇上的脾性摸得透透的。皇上重情，尤其是对他这个陪了几十年的奴才，只要他把这对时包装成一个老太监晚年凄凉想寻个伴儿的催泪故事，皇上那儿多半也就是打几板子了事。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博弈，才是顶级职场人的基操。
他通过这种方式完成了对皇上最后的一点利用，也完成了对甄嬛最深的一次投诚。这就好比一个老臣故意把自个儿的黑料卖给对手，以此让对手彻底放心，觉得你已经跟我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了。这种极致的背叛哲学，让苏培盛在凌云峰的冷风里，居然笑得比谁都舒坦。他知道这紫禁城的风水要转了，而他已经稳稳地坐在了风口浪尖上。咱们再深挖一层，苏培盛为什么选在凌云峰，而不是等甄嬛回了宫再谈这事儿？这又是他的高明之处。凌云峰是甄嬛最落魄的时候，这时候伸手，那是雪中送炭，能换回一辈子的感恩。回了宫，甄嬛又是那千娇百媚、权倾后宫的熹贵妃了，那时候再谈条件，那叫锦上添花，不值钱。苏培盛这是在职场低谷期进行的天使轮投资。他深知，想要在高收益的项目里占大股，就得在别人都看不好的时候一把梭哈。他把自个儿下半辈子的名声、地位，甚至性命都压在了那一柜里。这种总结升华到咱们处事智慧上，就是在看准了风向之后，一定要在最恰当的时机完成身份的切割。苏培盛通过凌云峰这一战，成功的从皇上的苏培盛变成了甄嬛的苏培盛。他这种背叛是带有一种自我救赎色彩的，因为他觉得跟着皇上没前途了。这种冷酷的职场理性，虽然听着让人心寒，但在这吃人的宫廷里，却是唯一的生存之道。他看着锦汐的眼神里，藏着的是对未来的万丈豪情，而不是什么小情小爱。等到这一跪结束，苏培盛站起身，拍拍膝盖上的泥土，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唯唯诺诺的奴才了。他的腰虽然还是弯着的，但他的脊梁里已经灌进了钢筋。他回宫的路是踩着皇上的余温，奔着甄嬛的明天去的。这种心理上的位移，让他在后来的滴血验亲、毒杀皇上等一系列大戏里，都能表现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因为他知道，他已经在那荒凉的凌云峰上完成了他人生的2次创业。映射到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生活里，这其实是在告诉咱们，无论什么时候，都得给自己留一手，都得在这复杂的人际关系里找准那个真正能保命、能托底的合伙人。苏培盛这一跪，跪出了一个新时代，也跪出了他苏大总管在这深宫里最后的一抹红霞。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他自个儿在那更深露重的时候，对着那一盏残灯，才能慢慢咂摸出味来。这哪是背叛啊，这简直是一场教科书般的职场涅槃。咱书接上回，聊完了凌云峰那惊天一跪的权力置换，咱这目光还得跟着苏培盛那双缎子面的快靴，一脚跨进那杀机四伏的景仁宫。您各位咂摸咂摸，这紫禁城里最热闹也最阴森的戏码，莫过于那场惊心动魄的滴血验亲了。这哪是查什么皇家血脉啊，这分明是后宫的一场大型职场审计，还是那种审计不出来就要掉脑袋的死局。话说那天的景仁宫，大门紧闭，空气里都飘着一股子浓重的檀香味儿，混杂着冰冷的药气。皇后娘娘坐在高位上，那眼神跟淬了毒的针似的，死死盯着甄嬛。皇上呢，铁青着一张脸，在那儿呼哧呼哧倒气儿，手串都快给捏碎了。在这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的节骨眼上，您各位瞧瞧，苏培盛在哪儿呢？他既没站在甄嬛后头摇旗呐喊，也没守在皇上跟前表忠心，他就缩在御前那一块小小的阴影里，像一尊没了气的石像。可您要是真以为他在那儿装死，那您可就太小瞧这位苏大总管了。您看那盆水被端上来的时候，苏培盛的动作那叫一个四平八稳。他亲自接过小太监手里的盆，那水晃悠悠的映着他那张波澜不惊的老脸。这时候他的心里其实已经进了一个极度冷静的博弈模型。
他太清楚这水里有什么猫腻了。祺贵人敢这么闹，皇后敢这么设局，这水里要是没点白矾，那才叫见了鬼。可苏培盛这时候在想什么？他在想，如果这时候我跳出来说这水有问题，皇上会怎么看？皇上会觉得你苏培盛不仅跟甄嬛有私情，你还在这儿公然破坏大老板的审计工作，这是死罪。可如果他任由内血融在一起，甄嬛一倒，他那个对时的锦汐立马就得进慎刑司，他也得跟着吃挂落。这就是职场里最难的站对局，老板在查你合伙人的账，你明明知道这账本是被人动了手脚，你是说还是不说？说早了，你那是包庇；说晚了，大家一起玩玩。苏培盛这时候展现出了极高的人情练达，他没说话，他只是把盆放得稳稳的，然后在皇上疑心病发作，要亲自动手试水的那一刻，他的眼角微微抽动了一下。那是一个极其细微的细节，他的视线往崔槿汐那儿扫了一眼，又飞快地转回到了皇上的靴尖上。这其实是在对信号，他得等一个能把水搅浑，但又不把自己陷进去的机会。当那2滴血融在一起的时候，整个景仁宫都炸了锅。皇上那个巴掌抡圆了扇在甄嬛脸上，您各位咂摸咂摸。这时候苏培盛的反应是什么？他没上前去求情，他甚至还往后缩了半步，露出一副惊恐万状、吓傻了的模样。这叫环境适应性伪装。他得让皇上觉得他苏培盛也被这真相给震碎了三观，他跟皇上是一样受了蒙蔽的苦命人。这就是现实职场里的老狐狸，当公司爆出大丑闻，老板雷霆大怒的时候，你千万别第一个上去劝，你得表现得比老板还震惊，还痛心疾首。可就在这乱成一锅粥的时候，苏培盛那双鹰一般的眼睛始终盯着甄嬛。他在等甄嬛反击，他知道以甄嬛的城府，绝不会在这儿束手就擒。果然，甄嬛反应过来了，指着那盆水说有问题。这时候苏培盛的机会来了，但他依然没抢功，他让小太监去试水，自个儿则是在一旁小声嘀咕了一句：哎呦，这水怎么闻着一股子药味儿？您瞧瞧，这就是高手的身位。他不明说这水里加了白矾，他只提供一个模糊的线索，引导皇上自个儿往那方面想。这在职场心理学上叫暗示引导，比你直接摆事实讲道理要管用100倍。因为老板最恨别人教他做事，但他最喜欢自个儿发现真相。随着那水里的白矾被揭穿，局势瞬间反转。这时候苏培盛的动作突然快了起来，他指挥着小太监换水，那语速也快了，动作也利索了，甚至还对着祺贵人横眉冷对，骂了一句：大胆，竟敢在皇上面前弄这些鬼画符。这一骂妙啊，真是妙不可言。这叫迟来的正义，也是最廉价的投身。他看准了皇后这局输了，立马调转炮口，把自己伪装成一个维护皇室尊严的卫道士。他这种两头下注的博弈，让他在这场灭顶之灾里毫发无伤。皇上会觉得苏培盛这奴才忠心啊，刚才吓成那样，现在发现有人捣鬼，立马就冲在前头，这是真疼朕。而甄嬛呢，心里也明白，刚才苏培盛那一句药味儿，那是救了命的。这就映射到咱们现实的人情世故了。您在单位里遇到两派斗法，最好的策略不是早早投诚，而是先当个理性的旁观者，等胜负天平倾斜的那一刹那，再以一种我一直都是支持正义的姿态切入。苏培盛在那盆水跟前，其实完成了一次人性的剥离。他把对皇上的忠诚撕开了一个口子，填进了对甄嬛的投资，最后用一层糊涂奴才的皮给包得严严实实。咱们再深挖一下那盆水背后的心理深度。
苏培盛真的在乎那孩子是谁的吗？不，他在乎的是谁能赢。如果那水没问题，甄嬛真的私通，苏培盛绝对会是第一个跳出来帮皇上勒死甄嬛的人。这就是最残酷的职场真相，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害。他在那一刻的表现，其实是在为自己的下半生做资产评估。他发现甄嬛虽然落了下风，但气数没尽，还有翻盘的资本，所以他才愿意递上那一句引导性的话。这种总结升华到人生哲理上，就是在复杂的局势面前，不要急着表现你的聪明，要学会表现你的有用。苏培盛在那一刻的有用，不是因为他识破了诡计，而是因为他能在最恰当的时机给皇上一个台阶下，给甄嬛一条活路走。这种平衡术，他玩了几十年，已经玩到了骨子里。那一盆水映照出了宫廷里的丑陋，也映照出了苏培盛那颗比金砖还冷的政治心。等到尘埃落定，祺贵人被打入冷宫，皇后被禁足，苏培盛依旧站在皇上身边，低眉顺眼的递上一块帕子，轻声细语的劝着皇上息怒，龙体要紧。您瞧瞧那副德行，谁能想到刚才在生死边缘，这老狐狸已经把皇上和甄嬛都放在秤上约了好几回了。这种心理上的位移，这种职场里的潜规则，真是让人看得目瞪口呆，却又不得不服。他在这一场博弈里，通过对一个盆一碗水的操控，完成了对未来权力的预知。这种背叛是极其隐晦的，它藏在忠诚的皮囊之下，像一条冬眠的蛇，平时不动弹，一旦惊醒就是要人命的。映射到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处世智慧里，这就是告诉咱们，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而最要防的，往往就是那些平时看起来最稳当、最没脾气的老实人。苏培盛这一场两头下注，不仅保住了他的锦溪，更让他成了甄嬛回宫后最不可或缺的盟友。这其中的阴冷与精明，咱得拍拍醒目，下一回再跟您细细拆解。这平日里见谁都三分笑，说话恨不得低到尘埃里的苏公公，怎么在那乱棍横飞的雨夜里，突然间就变了副面孔，变得比那千年寒冰还要扎人？这哪是简单的落井下石啊，这分明是苏培盛在权力的转折点上，当着全后宫的面，给熹贵妃甄嬛递上的一张血淋淋的投名状。话说那天夜里，紫禁城的风刮得跟鬼哭狼嚎似的，大雨哗哗的往下砸，仿佛要把那红墙上的烟渣事儿全给冲个干净。祺贵人光着脚，披头散发的从景仁宫里冲出来，在养心殿外头的石砖地上又是哭又是闹，喊着甄嬛贱人，喊着自个儿冤枉。这时候皇上在那暖和的小殿里正心烦意乱呢，他给了苏培盛一个眼神，那眼神里透着一股子看着办吧的厌恶。苏培盛多精的人啊，他这辈子就在这眼神里讨生活，他瞬间就明白，这祺贵人已经从皇上的心间变成了擦脚布。可您瞧瞧苏培盛接下来的动作，他没按常理出牌，没像以前那样和稀泥，而是大踏步走下台阶，那每一步都踩在雨水坑里，溅起一身的泥点子。他走到那帮行刑的侍卫跟前，尖着嗓子喊了一声：“打死拉倒！”这4个字，冷的能掉渣，狠的能扎心。紧接着，那乱棍就跟雨点子似的落在了祺贵人身上。堂堂一个世家大族的格格，就在这苏公公的一声令下，生生被打成了一滩烂肉。您各位细细拆解这苏培盛的心理，他为什么要表现得这么猴急，这么狠辣？按理说，他一个总管大太监，犯不上跟一个失了势的弃妃死磕，这有损他老好人的人设。可您要是放在现代职场博弈局里一瞧，这就全通了。这叫自断后路，表态投诚。在那场滴血验亲里，
苏培盛虽然暗中帮了甄嬛，但那是在阴影里的勾当，甄嬛看在眼里，心里终究还是隔着一层。苏培盛知道，甄嬛这辈子最恨的就是祺贵人，因为祺贵人背后是瓜尔佳氏，是害得甄家家破人亡的元凶。苏培盛这一声打死拉倒，其实是喊给甄嬛听的，是在对甄嬛交心。您瞧准了，这害您全家的仇人，是我苏培盛亲手给结果了。从今往后，我这双老手也沾了血了，我彻底跟皇后党撕破脸了。我这颗脑袋，往后就只能指望您这熹贵妃来保了。这就是职场里的那头名状。当一个中层管理者决定跳槽到竞争对手那儿去，他光带点商业机密是不够的，他得亲自带头把老东家的核心部门给拆了，让老东家再也没法回头收留他。苏培盛这就是在逼着自个儿没退路。他在雨里看着祺贵人断气，那眼神里没有半分怜悯，反而透着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他知道，这乱棍之下，他跟甄嬛那条线算是彻底焊死了。这种心理映射到现实人情里，就是那种为了能在新领导面前立足，不惜对旧同事痛下杀手的狠角。这种人，您说他忠诚吗？他只对权力的走向忠诚。更耐人寻味的是那最后的一口唾沫。祺贵人的尸首被侍卫像拖死狗一样拖走，在青石板上留下一道长长的血印子。苏培盛站在那儿，对着那背影狠狠地啐了一口。您各位咂摸咂摸，这一个动作包含了几层意思？第一层，那是泄私愤。苏培盛进过慎刑司，遭过祺贵人的毒手，那种身体上的残缺被拿出来当众羞辱的滋味，对一个骄傲的男人，哪怕是个太监来说，都是剜心的恨。他这一口唾沫是在洗刷自个儿的屈辱。第二层，这是给底下的奴才们看，他是在立威，是告诉这紫禁城的所有人，在这宫里得罪谁都不能得罪他苏培盛，更不能得罪他苏培盛要保的人。这叫职场上的杀鸡儆猴，虽然杀的是只死鸡，但这威风是实打实的立起来了。第三层，也是最深的一层，这是在给皇上看。他在皇上面前表现的这么义愤填膺，是为了掩盖他内心的虚。他得表现的比皇上还讨厌祺贵人，才能证明他之前在滴血验亲里的公正不是偏袒，而是他天生就有一颗明辨是非、嫉恶如仇的忠心。这种心理拆解开来，简直就是一场精密的化学反应，每一种成分都为了一个目的：生存，并活得更滋润。咱们再聊聊环境的渲染。那雨夜，那血迹，那太监阴冷的笑声，构成了一个极其压抑的画面。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人的本性才会被放得最大。苏培盛平日里的温文尔雅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扭曲的狂欢。这其实映射了职场中那种长期被打压的人，在获得权力反扑机会时的那种报复心理。他看着昔日高高在上的贵人死在脚下，心里头那种权力的快感，恐怕比那御赐的酒还要醉人。这就是现实中所谓的小人得志便猖狂吗？不，苏培盛不是小人，他是局内人。他太懂这游戏的规则了，那就是赢家通吃，输家不仅要命，还要受尽羞辱。他这种背叛皇上原有秩序的行为，是通过一种极端的、看似更维护皇上威严的方式完成的。他告诉皇上，祺贵人这种污蔑熹贵妃、扰乱宫闱的贱人，死有余辜。皇上听着舒服，甄嬛听着顺耳，唯独那地上的冤魂，只能在雨里冷掉。这就告诉咱们一个深刻的人生哲理，在权力的博弈中，所谓的善良和怜悯，往往是走向灭亡的催化剂。苏培盛之所以能活到最后，就是因为他在该狠的时候，能比谁都狠。他能把一个女人的惨死，变成他职场进阶的垫脚石。这种总结升华，
其实是给咱们现代人提个醒。您在单位里看到那种平时不显山不漏水，关键时刻对倒台的竞争对手下手最重的人，千万得留个心眼。这种人，他不是在泄愤，他是在定价。他这一口唾沫啐下去，是给自己在新阵营里换了一个极其有利的席位。苏培盛对祺贵人的这种残忍，本质上是对甄嬛的一种忠诚展示。他在告诉甄嬛，您瞧，我连祺贵人都敢这么对待，以后您只东我绝不往西，您要谁死，我就是那根现成的棍子。这种职场定位极其精准，他把自己塑造成了甄嬛手中最锋利、最听话，也最脏的一把刀。既然是刀，就不需要感情，只需要杀气。他在雨中站了很久，雨水顺着他的大红顶子往下淌。那一刻，他完成了自个儿在甄嬛阵营里的正式入职。他不再是那个跟崔槿汐对时的小老头，而是熹贵妃座下那个执掌生杀大权的阎王爷。这种背叛的艺术，就在于他把自己包装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极端忠诚。苏培盛在这一节里，把自个儿跟皇上的关系悄悄地往后挪了一格，把跟甄嬛的关系往前挤了2格。他虽然还是皇上的奴才，但他已经开始代行甄嬛的意志了。这种代理权的悄然转移，才是最炸裂的职场无间道。您看他后来伺候皇上的适合，依然是那副模样，可皇上哪里知道，这个每天帮他提鞋的老公公，刚刚帮他的妃子，把他曾经宠爱的另一个妃子，在那雨地里活活给处理了，还没留一个全尸。这种心理上的撕裂感，苏培盛居然能消解得干干净净，这份定力，这份心胸，真的是让咱们这些凡夫俗子咂摸不透。他在这吃人的紫禁城里，不仅活了下来，还活成了一个掌握着别人生死的隐形皇帝。他在那口唾沫里，彻底吐掉了过去那个谨小慎微的自个儿，吐出了一个新朝代的野心。苏培盛通过对祺贵人的极致狠辣，成功的消除了甄嬛心底最后一丝疑虑，也为自个儿在这后宫权力大洗牌中锁定了一个永久的 VIP 坐席。这就好比一个职业经理人，在新老板上任的第一天，就亲自带头去把那些不服管教的老臣全给开了，那叫一个雷厉风行，那叫一个忠心不二。可您各位得琢磨了，这苏培盛对甄嬛这么掏心掏肺，是真的就此认准了甄嬛这个主子吗？别忘了，这老狐狸的手里可还没亮出最后一张牌呢。在那御花园的阴影里，在那果郡王小巷掉落的瞬间，苏培盛那双眼可是一直盯着呢。他到底是没看见，还是故意让皇上看个正着？他是在保甄嬛，还是在甄嬛权力最盛的时候，悄悄地给他背后贴了一张催命符？书接上回，咱们刚聊完那雨夜里惊心动魄的乱棍打死，您各位是不是觉得苏培盛这颗心已经死死贴在甄嬛的绣花鞋面上了？嘿，您可且慢着下定论，这紫禁城里的风向那是说变就变，而苏培盛这只老狐狸，他最擅长的可不是一棵树上吊死，而是那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平衡术。话说那日宫里头摆的是家宴，推杯换盏之间，原本是一派祥和，可谁能想到，那果郡王怀里揣着的是若性命的小象，天生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掉到了大理石砖上。您各位咂摸咂摸，那是多大的场面啊！皇上就在上头坐着，那一双多疑的眼珠子转得跟鹰隼似的。按理说，苏培盛作为御前头号大总管，他那双招子可是比谁都亮，皇上跟前掉个绣花针，他都能听见响儿。可偏偏在那个关乎甄嬛生死、关乎果郡王脑袋的节骨眼上，苏培盛居然慢了那么半拍。这半拍可不是他老眼昏花，这分明是他在这场职场博弈中悄悄松了松手，给甄嬛后背心上贴了一张隐形催命符。咱们先看这环境的渲染，
宴会上丝竹管弦之声不绝于耳，嫔妃们笑靥如花。可那地上的小象就像是一颗哑火的炸弹，瞬间把这热络的气氛给冻住了。苏培盛当时就站在皇上侧后方，他那个位置是全场视角最好的监控位。小象滑落的那一瞬间，苏培盛的眼皮子跳都没跳一下，可他心里头那本账那是翻得哗啦啦响。这时候他的心里拆解开来极其复杂。他知道那是甄嬛的小象吗？他绝对知道。他知道果郡王跟甄嬛那点子说不清道不明的私情吗？他也绝对有数。可他为什么没在皇上看见之前，眼疾手快的把那东西给踢开，或者是随便找个由头给挡过去？这在现代职场里就叫权力平衡术的阴毒面。苏培盛这时候在想，甄嬛现在太盛了，回宫之后几乎是只手遮天，连他这个大总管有时候都得看熹贵妃的脸色行事。在职场里，如果一个合伙人变得过于强大，甚至威胁到了你这个中介人的价值，那你最好的办法不是继续帮他，而是悄悄给他制造一点可控的麻烦。苏培盛让皇上看见那枚小象，就是为了给甄嬛带上一副沉重的心理枷锁。他要让甄嬛明白，只要他苏培盛想，随时都能让这些烟杂事儿见光。这种背叛不是为了弄死甄嬛，而是为了驯服甄嬛，让她永远记得，她这条命，还有她那2个孩子的命，其实都攥在他苏培盛这张老脸的褶子里。您再细看那心理深度的剥离。当皇上狐疑的弯下腰，要把那小象捡起来的时候，苏培盛才做出那副诚惶诚恐的样子，小跑着上去。这叫什么？这叫表演式忠诚。他那步子迈得极碎，嘴里喊着老奴来，老奴来，可他的手却巧妙地偏了那么1寸，让皇上的指尖稳稳地碰到了那张纸。这一瞬的博弈，真是肉搏战。他在赌皇上的疑心会爆发，也在赌甄嬛的临场反应。他这种人精，最喜欢看的就是老板跟头号员工互生嫌隙，因为只有他们之间有了缝隙，他这个做中间人的才有腾挪转移的空间，才能两头拿好处。这映射到现实生活中，就是那种在老板面前似有若无的提起竞争对手的小瑕疵，嘴上说着是为公司好，心里其实是怕对方功高盖主，把自己这老员工给顶了。苏培盛对皇上的背叛，在这一刻变得极其隐晦。他利用了皇上的信任，故意引导皇上去怀疑自己最宠爱的女人。这种心理上的伤害比毒药还要狠，而对甄嬛来说，这更是一次毁灭性的预警。苏培盛在那一刻的眼神里，藏着一种咱们走着瞧的冷漠。咱们再把这事儿往深了揉碎了说。苏培盛在那场危机里，最后虽然还是顺着浣碧的话把这事儿给圆过去了，帮甄嬛逃过一劫，可您各位咂摸，这救命恩情是不是又厚了一层？这叫制造危机再化解危机。在职场里，最顶级的手段不是一直太平无事，而是先放火再救火。苏培盛通过这枚小象，先让甄嬛惊出一身冷汗，让她意识到自个儿的把柄其实一直被别人攥着，然后再在关键时刻推一把，把火给熄了。这么一来，甄嬛对他苏培盛不仅是利用，更多了一份深深的忌惮。这种心理上的控制，才是苏培盛真正的背叛。他背叛了盟友之间那点起码的契约，转而追求一种绝对的掌控。他看着甄嬛在那儿强作镇定的跟皇上解释，心里头怕是在冷笑：熹贵妃啊，熹贵妃，您就是再能算计，在这紫禁城的阴影里，我才是那个定生死的人。这种心理映射到咱们现在的人情世故里，就是那种掌握了你黑料的朋友，他平时对你嘘寒问暖，可只要你哪天让他不痛快了，他就能在最要命的酒桌上半真半假的抖落出你那点丑事，然后再笑着说开个玩笑。这种朋友，
您说您敢得罪吗？这种总结升华到人生哲理上，其实是在告诉咱们，在利益交织的顶峰，没有绝对的忠诚，只有动态的制衡。苏培盛在那枚小象掉落的瞬间，完成了他从执行者到操盘手的华丽转身。他不再满足于帮甄嬛办事，他要的是当甄嬛的主子。他这种背叛皇上，同时也半背叛甄嬛的行为，本质上是极致的利己主义。他在那御花园的灯火辉煌下，通过一个看似疏忽的动作，把皇上、果郡王、甄嬛这3个人全都玩弄于股掌之间。那一刻的环境渲染是那满园的繁花似锦，可在那繁花底下，埋着的是苏培盛深不可测的心机。他每一次弯腰，其实都是在俯瞰这些自以为是的权贵；他每一次低头，其实都在盘算着下一场戏该怎么唱。这种心理上的高度，让苏培盛成了这深宫里真正活明白的人。他知道，在这儿，情分是靠不住的，唯有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把柄，才是长治久安的保命符。这时候，宴会散去，月影西斜，苏培盛伺候着皇上回宫，他手里提着那盏宫灯，灯光昏黄，照着他那张波澜不惊的脸。您说，刚才那一幕，皇上心里留下了多大的疙瘩？甄嬛回宫后又要流多少冷汗？而苏培盛呢，他只是稳稳地走在那漫长的红墙夹道里，心里头盘算着明个该怎么去向熹贵妃讨要这份救命的谢礼。这就是职场老油条的生存法则，他不一定要你死，但他一定要你怕；他不一定要你报恩，但他一定要你欠债。这种背叛的引线，就像是蜘蛛网一样，一点点收紧，直到把甄嬛这个职场女强人也勒得透不过气来。苏培盛的手段，真是带点泥土气的雅致，杀人不用刀，见血不封喉。他通过这枚小象，成功的让自己在甄嬛心中的地位，从一个得力的奴才变成了可怕的合伙人。这种博弈才是最炸裂、最真实的人性肉搏。映射到咱们中老年朋友的智慧里，这其实是在提醒咱们，在这复杂的人际交往中，千万别把自个儿的底牌全都亮给别人。哪怕是在亲近、在信任的盟友，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也有可能变成那个慢了半拍的苏培盛。这人生如下棋，每一步都得算准了，尤其是当您事业顺风顺水的时候，更要留心身后那个一直在为您提灯的人。苏培盛这一步棋走得极险，也走得极妙，他用一枚掉落的小象，敲开了通往未来太后核心圈层的另一扇门。这其中的弯弯绕，咱得拍拍醒目，下一回再跟您细细拆解。书接上回，咱们刚咂摸完那御花园里惊心动魄的小象惊魂，您各位是不是觉得苏培盛这老小子简直就是个玩火的高手？他那手欲擒故纵，不仅让皇上心里埋下了怀疑的种子，更让甄嬛惊出了一身冷汗，彻底明白了这紫禁城里谁才是那个真正掌握着生死存证的人。话说那甄嬛回宫，名义上是皇上思虑过度的失而复得，实际上那是苏培盛一手导演的凤凰涅槃。可您各位细细咂摸，在这朱红色的宫墙里头，哪有平白无故的推举，更没有不求回报的恩情。苏培盛在那御书房的烛火摇曳下，每一次帮甄嬛掩盖行踪，每一次替甄嬛在皇上面前圆谎，那其实都是在往自个儿的心里头记账呢。这哪是主仆情分啊，这分明是2个顶级职场合伙人在进行一场极其隐秘、极其危险的黑资产交接。咱们盯着那永寿宫里静谧的午后，檀香袅袅，甄嬛坐在上首，苏培盛垂手站在下头，2人的眼神偶尔交汇，那里头没有半分久别重逢的喜悦，全是冷冰冰的利害算计。苏培盛这时候的心里，那叫一个稳如泰山，他太清楚甄嬛回宫的日子对不上了。
作为皇上的生活大秘书，皇上哪天翻的牌子，哪天在那儿留的宿，他脑子里那本账比内务府的册子还要准。甄嬛在凌云峰怀上孩子的时候，皇上统共就去了那么2回，时间差错的离谱。苏培盛知道吗？他不仅知道，他甚至在那时候就已经算准了这孩子幸不幸爱新觉罗。可您瞧瞧苏培盛是怎么做的？他选择了沉默，这种沉默不是因为他忠于甄嬛，而是因为这种沉默具有一种和威慑般的力量。在咱们现代职场里，这叫掌握了合伙人的核心违规证据。如果您是公司的副总，您发现总经理在外面私设小金库，您是立马去董事长那儿告发，还是悄悄把这证据锁进自个儿的保险柜？聪明的苏培盛选了后者。他知道，只要他不说，甄嬛就得一辈子承他的情，就得一辈子把他当成最亲近的政治盟友。这种背叛是对皇上血脉尊严的彻底践踏，是他作为奴才对主子最阴毒的一种权力绑架。他把皇上的绿帽子当成了自个儿的养老保险，这心思简直比那太液池的水还要深，比那景仁宫的阴影还要冷。这种心理拆解开来，其实是一种极致的贪婪。苏培盛不满足于一时的赏赐，他要的是一辈子的平安富贵，甚至是死后的哀荣。他看着甄嬛那一天天隆起的肚子，心里想的恐怕不是皇嗣的安危，而是这肚子里装的全是他苏培盛后半辈子在紫禁城横着走的本钱。这种心理映射到现实生活中，就是那种掌握了老板偷税漏税证据的财务总监，老板对他得客客气气，哪怕他偶尔逾矩，老板也得打碎了牙往肚里咽。这种关系比忠诚稳固得多，因为它是建立在恐惧和利益共同体之上的。咱们再看看这环境里的细节。当甄嬛为了稳住苏培盛，特意把崔槿汐指给他做对时，还赏了无数的金银财宝时，苏培盛在那儿谢恩，那头磕的是真响，可他那双眼始终没离开过甄嬛的斜肩。他在观察这个女人到底还有多少底牌，观察这个女人是不是真的打算跟他一条道走到黑。这种细节的剥离，能让咱们看到一个职场老油条最本质的生存底色。他不相信任何人，他只相信手里握着的把柄。他跟甄嬛的每次对话，都像是在进行一场无声的账本对账。甄嬛说一句多谢公公费心，苏培盛回一句都是老奴该做的。这2句话背后藏着的潜台词是：我知道你的秘密，你得保我；我知道你知道，所以我一定会保你。这种高频的高压的心理博弈，让苏培盛在甄嬛回宫后的日子里，不仅没成为被清洗的对象，反而成了永寿宫在御前的最强外援。他背叛了皇上的信任，把自个儿变成了一个双面间谍，每天在皇上耳边吹着风，把甄嬛的那些破绽一个个给抹平了。这种背叛是带有一种创造性的，他硬生生的通过谎言和隐瞒，给皇上造了一个美轮美奂的假象，让皇上在绿光闪闪的晚年里，还觉得自己得了个天大的便宜。您说这种背叛狠不狠？他不仅要主子的命，还要主子的脸。映射到咱们现在的人情世故里，苏培盛这种人其实最难防。他平时对您百依百顺，干活利索，说话好听，可他那双眼时刻盯着您的软肋呢。一旦他抓住了您的痛脚，他不会立马跳出来要挟您，他会像一根藤蔓一样，慢慢的缠绕上来，吸您的血，借您的光，最后让您离了他就活不成。苏培盛在甄嬛回宫后的账本交接，其实是他个人权力的一次飞跃。他从一个伺候人的奴才，变成了一个操弄江山的幕后推手。他手里那本看不见的账本，上面记着果郡王的私情，记着红毡的身世，记着那凌云峰上一场场违背人伦的私会。每一条拿出来，都能让紫禁城翻个天，
可他就是捂着，就像捂着一坛子陈年的好酒，等着最关键的时候才起风。这种总结升华到人生哲理上，就是告诉咱们，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权力往往不在那个发号施令的人手里，而是在那个掌握了所有信息流、掌握了所有不可告人秘密的人手里。苏培盛就是那个掌握了信息流的终端，他通过背叛旧主的职业操守，换取了新主子的绝对敬畏。这种博弈虽然带点泥土气的烟渣，但却是这红墙里最真实、最老辣的生存哲学。咱们再往细了咂摸那苏培盛在御书房里帮甄嬛对账的瞬间。皇上偶尔起疑，问起那凌云峰的旧事，苏培盛总是能不着痕迹地把话头岔开，或者是用一种奴才当时也在场，确实如此的假证，帮甄嬛把窟窿堵上。这种时候，苏培盛的心里是极度亢奋的，他享受这种操控皇帝认知的快感，这种快感比任何赏赐都要来得强烈。这就像是一个在职场里混迹多年的老油条，看着年轻气盛的老板被自个儿忽悠得团团转，心里那种优越感是不言而喻的。他背叛了皇上的知情权，这就是对皇权最大的架空。他让皇上生活在一个由他苏培盛和甄嬛共同编织的谎言网里，这个网密不透风，连阳光都照不进来。而甄嬛呢，虽然贵为熹贵妃，但在苏培盛面前，她永远得留着那份客气，那不是礼貌，那是赤裸裸的投鼠忌器。苏培盛这种背叛的隐患，成了他最硬的护身符。他在宫里行走，连那些骄纵跋扈的嫔妃都得礼让他3分。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这老东西手里攥着的雷太多了，谁碰谁死。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人性思考：苏培盛最后到底忠于谁？其实他谁也不忠，他忠于的是那份掌控感，忠于的是自个儿那份永远不掉价的养老保险。他在甄嬛面前表现出的忠诚，是对这份保险的日常维护；他在皇上面前表现出的忠顺，是对这份保险的持续注资。这种多方下注、左右逢源的手段，真是把这人情世故玩到了化境。他在那永寿宫的后花园里，看着锦汐在那儿修剪枝叶，心里头盘算的可能是：这辈子值了，哪怕哪天东窗事发，我手里这些账本也足够拉着这后宫的一半人陪葬。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底气，让他在后来的权力斗争中，始终能保持一种超然物外的冷静。他不是在玩命，他是在做生意，一桩拿皇家尊严和主子信任做筹码的跨世纪大生意。这种心理上的深度，让苏培盛这个角色在《甄嬛传》里不仅是一个反面典型的奴才，更成了一个职场博弈的教科书。他在每一次倒茶、每一次传旨、每一次眼神交汇中，都完成了对自己秘密资产的增值。他知道，在这紫禁城里，恩宠是会淡的，美貌是会老的，唯有这带血的把柄，才是永恒的财富。映射到咱们中老年朋友的智慧里，这其实是在提醒咱们，无论在哪儿混，都得有自个儿的核心竞争力。而有时候，这种核心竞争力就来自于您对复杂局势的深刻洞察和对关键信息的绝对掌控。苏培盛通过这种秘密账本的交接，把自己从一个可有可无的零件，变成了一个谁也拆不下来的核心驱动。他跟甄嬛的关系已经从最初的利害交换，升级到了一种血气般的深度。这种深度让他即便是在后来面对皇后的疯狂反扑，面对皇上的垂死挣扎时，都能稳坐钓鱼台。因为他知道，只要甄嬛不倒，他苏培盛就是这紫禁城里永远的常青树。可您各位得琢磨了，这生意虽然做得大，但风险也大啊。苏培盛这种常在河边走的，真的能不湿鞋吗？当皇上的病榻越来越冷，当那夺嫡的硝烟越来越浓，苏培盛又是如何在那最后的耳旁风里，
给自个儿的老东家送上最后一程的。书接上回，咱们刚咂摸完那苏培盛手里攥着的秘密账本，您各位是不是觉得这老狐狸已经把甄嬛回宫后的路给铺得平平整整了？嘿，您可且慢着宽心，这紫禁城里最阴冷、最考验人性成色的时刻，往往不是在那大红大绿的宴会上，而是在那透不进阳光、弥漫着苦药渣子味的龙床前头。皇上病重期间，苏培盛是如何在那龙床前头化身为一剂最致命也最无形的慢性毒药？话说那年头，皇上的身子骨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整个人陷在那明黄色的锦缎被子里，瘦的就剩下一把骨头。那喘气声在空荡荡的大殿里回响，活脱脱像是一架拉不动的破风箱。按理说，这时候苏培盛作为伺候了皇上一辈子的贴身人，何该是焚香祷告，求爷爷告奶奶，盼着主子龙体安康的。可您各位细细咂摸，这时候的苏公公，那步子迈得比平时更轻了，那眼神藏在睫毛影子里，冷得让人打哆嗦。他守在寝殿门外，就像是一道密不透风的铁闸门，把所有能救皇上命的、能给皇上递真话的信息，全给死死地拦在了朱漆大门外头。您瞧瞧这环境的渲染，满屋子的药味儿，炭火盆里偶尔爆出一个火星子，映着苏培盛那张半明半暗的老脸。这时候他的心里拆解开来，那简直是一场最冷酷的职场默契清算。在现代职场里，这叫什么？这叫大老板进 ICU 了，而掌握了公章和信息权的二把手，正忙着跟外头的接盘侠里应外合。苏培盛这时候在想，皇上这棵老树已经烂透了，根都枯了，我再怎么浇水施肥也没用。如果这时候让那些忠臣，让那些没被甄嬛收买的小太监见到了皇上，万一皇上临终前醒了味儿，下一道旨意把我也给带走陪葬，那我这几十年的经营不就全打了水漂？于是乎，他在那儿演戏呢。只要有大臣想进来请安，苏培盛就那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压着嗓子说：“哎呦，我的大人呐，皇上刚睡下，好不容易才合会儿眼，您这要是惊了驾，老奴这颗脑袋可赔不起。您听听，这话说得多漂亮，全是忠心，全是为皇上的龙体着想。可实际上呢，他这是在给皇上断养。他断的不是肺里的养，而是信息的养。他让皇上在那龙床上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孤家寡人，耳边听到的全是甄嬛想让他听的话，眼里看到的全是苏培盛想让他看的景儿。这种背叛是剥夺了主子作为一个统治者最后的知情权，这比直接往药里下毒还要狠毒10000倍。咱们再深挖一下那耳旁风的细节。每当皇上在迷蒙中拽着苏培盛的衣角，问一句：“熹贵妃在干什么？”苏培盛总是温言软语的回一句：“熹贵妃娘娘正在佛堂为您祈福呢，耐心承德，连老奴瞧了都落泪。”您各位咂摸，这时候甄嬛在哪儿？甄嬛在那儿跟叶澜依商量着怎么加速皇上的死期呢。苏培盛这种睁眼说瞎话的本事，在职场里就是那种最典型的信息拦截。他利用皇上对他的绝对信任，把地狱描述成天堂，把杀手描述成爱人。这种心理状态映射到现实中，就是那种合伙骗老板的职业经理人。明明公司都要破产了，他还能拿着那注了水的报表告诉老板说：“咱们形势大好，只要您再签个字授权给我就成。”苏培盛对皇上的背叛，在这一刻已经升华到了一种精神凌迟的境界。他看着皇上在那儿自我感动，心里想的恐怕是：您这辈子玩弄人心，最后还不是栽在我这个没根的奴才手里。这种心理上的位移，让他产生了一种变态的快感，这种快感比任何金银珠宝都更让他受用。更炸裂的是，苏培盛不仅仅是拦着，
他还在引导。当皇上偶尔清醒，对红毡的身世起疑，想要见那些知道底细的老人时，苏培盛那手里的活可就细了。他会不经意的弄出点动静，或者是让崔槿汐在那儿掉几滴眼泪，或者是提起当年纯元皇后的旧事，把皇上的思绪往那死胡同里引。这叫认知干扰术。他太懂皇上的痛点在哪儿了，他知道只要提起纯元，皇上的脑子就会乱，只要脑子一乱，那些个疑点也就被糊弄过去了。这种细节的剥离，能让咱们看到一个职场老臣在公司倒闭前夕是如何利用老板的情怀，把老板最后的一点剩余价值都榨干，然后顺道把烂摊子全甩给老板，自个儿带着核心资产，也就是甄嬛的信任跳槽。映射到咱们的人情世故里，这就是告诉咱们，当您生病、落难、失势的时候，守在您身边那个口口声声说为你好的人，未必就是真忠心，他可能只是在等您咽下最后一口气，好去向新主子讨赏。咱们再看看那药碗，苏培盛亲手接过叶澜依送来的药，那药碗边上还有余温。他试药的适合，那动作优雅的像是在品茶，可他那一双眼死死盯着药汤里的波纹。他知道这药里加了什么吗？他苏培盛在宫里混了这么久，什么朱砂，什么暖情香，他闻一闻味儿就知道底细。可他不仅没揭穿，反而每次都端端正正的递到皇上嘴边，看着皇上一口口喝下去。这种背叛是带有杀手钳制的，他不是亲手杀人，他是那个帮着磨刀、帮着按住受害者的人。这种总结升华到人生哲理上，就是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几十年的主仆恩情就像那风中的残烛，一吹就灭。苏培盛在那龙床前的每一次嘘寒问暖，其实都是在确认皇上的死亡进度。他这种慢性毒药式的背叛，让皇上死得糊里糊涂，死得心安理得，这才是最让观者胆寒的地方。他杀的是皇上的灵魂，同时也杀死了那个曾经作为忠仆的自个儿。他在皇上床前每一次下跪，其实都是在心里给皇上送终。这种心理深度映射到现代职场博弈，简直就是一场夺嫡的大戏。苏培盛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完成了对皇上的物理隔绝，还完成了对皇上的心理催眠。他让皇上觉得这世界上只有甄嬛和他苏培盛是真心实意的，这其实是建立了一个极度封闭的信息黑洞。在这个黑洞里，真理是不存在的，只有利害。苏培盛这种老辣的手段，带点泥土气的雅致，他不动声色的就把这大清朝的天给换了。他在那昏暗的殿角，看着甄嬛跟皇上最后摊牌，看着皇上气得双眼圆睁，死不瞑目，苏培盛的第一反应不是惊慌失措，而是轻轻的舒了一口气，然后默默的退了出去，顺手把门给带上了。这一关门，关掉的是一个时代，开启的是他苏培盛的下半生。这种心理上的高度，让他在面对后来新帝登基的动荡时，依然能够稳坐如山。咱们现实生活里的人情世故也是这个理儿。您看那些在关键时刻倒戈的老臣，他们往往不是在最后一秒钟变坏的，而是在那些漫长的您不注意的细节里，一点点地完成了心理的转移。苏培盛在龙床前的表现，其实是在告诉咱们，真正的背叛从来不是大吵大闹，而是那种温柔如水的，让您察觉不到的陷阱。他在那药丸里，在那耳旁风里，给自个儿的老东家办了一场最奢华也最凄凉的追悼会。这种心理上的残忍，只有活透了、看穿了权力本质的人才能做得出来。他背叛了皇上对家臣的最后一点幻想，同时也向甄嬛证明了，他这把刀不仅好使，而且绝对不会捅偏。书接上回，咱们刚咂摸完那龙床前头断人活路的耳旁风，您各位是不是觉得皇上这辈子最后的尊严，
全给苏培盛这老小子用那几块烂药渣子给糊弄没了。嘿，您可且慢着叹气，这紫禁城里最要命的博弈，往往不在于人活着的时候怎么斗，而在于那断气的一刹那，那份能定乾坤改江山的传位密旨到底落在了谁的手里。话说那晚，寝殿里的灯火忽明忽暗，皇上那最后一口气儿咽下去的时候，双眼圆睁，死不瞑目，那手还死死地抠着明黄色的床褥子，仿佛要把这祖宗基业给生生拽住。按理说，这时候苏培盛作为大总管，何该是第一个跪倒在地，嚎啕大哭喊着皇上驾崩的？可您各位细细咂摸，这时候的苏公公他在干什么？他没哭，他那一张老脸在昏暗的烛火下，冷静的像一尊刚出土的青铜像。他先是平退了所有的小太监，然后一个人在那重重帷幕后头待了那么一炷香的功夫。那一炷香就是这大清朝最黑的一段时间，也是苏培盛这辈子对皇权最彻底、最绝情的一场背叛。您瞧瞧这环境的渲染，满屋子的龙涎香跟药味搅和在一起，静得连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响。苏培盛这时候的心里拆解开来，简直是一场疯狂的资产重组。他在想，皇上走得这么急，临了也没给个准话，那正大光明匾后头，或者是这龙床暗格里，到底有没有藏着一道能让甄嬛母子死无葬身之地的密旨？在咱们现代职场里，这叫什么？这叫老董事长突然心梗没了，而你这个首席秘书正一个人守在藏着遗嘱的保险柜跟前。苏培盛这时候不是在悲伤，他在权衡。如果他这时候搜出了一道传位给别的皇子，或者是处死熹贵妃的密旨，他是该当众宣读当个忠臣，还是该一把火烧了当个权臣？他太清楚了，如果他选了忠诚，那新皇帝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这个知道太多秘密的老奴才给发配到慎刑司去封口。可如果他选了甄嬛，选了那还没成年的红毡，或者是过继过来的四阿哥，他就是新朝代的开国功臣，是太后身边第一得力的老祖宗。这种心理上的位移，让他那一双伺候人的手颤巍巍地伸向了皇上那还没凉透的枕头底下。这种背叛是不动声色的，是把几百年的纲常伦理全给踩在了他那双云缎厚底靴底下。咱们再深挖一下那密旨消失的细节。大家都在电视剧里瞧见，最后是四阿哥登了基。可您各位咂摸咂摸，皇上临终前对甄嬛那恨意，那是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的。他能心甘情愿把江山交给那个女人的养子？苏培盛在那暗处有没有拦截过某封发往宗人府的密信？有没有替换过那匣子里头的朱批？这种细节映射到现实中，就是那种掌握了公司核心商业机密的老员工，在老东家倒闭的一瞬间，把所有的债权协议都给改了名，把所有的股份都悄悄挪到了自个儿新东家的名下。苏培盛对皇上的背叛，在这一刻已经到了7天的境界。他利用了皇上死后的那段权力真空期，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临时的上帝。他看着皇上那张苍白的脸，心里头恐怕在想，主子，您这一辈子谁都疑心，临了了，却没防住我这个天天给您提鞋的。这种心理上的快感，让他这种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被阉割了灵魂的人，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完整感。他通过修改历史的走向，完成了对他这一辈子受尽屈辱的最高复仇。更炸裂的是，苏培盛走出殿门后的那一跪。当甄嬛带着人急匆匆赶到，苏培盛猛地推开大门，跪倒在台阶上，那嗓子带了哭腔，喊得全宫都能听见。可您细看他的眼角，那儿没泪，那儿全是算计。他在跟甄嬛对眼神呢，那一眼比千言万语都沉。他在告诉甄嬛，里头的事儿我全给您办妥了，该有的都有，
不该有的，这辈子谁也别想再瞧见。这叫最终结案汇报。在职场里，这就是你帮新老板处理了老东家的所有负面资产，然后大张旗鼓的带头宣誓效忠。甄嬛那点头的动作，就是对苏培盛这份投名状的最高认可。这种背叛的艺术，就在于他在最血腥、最肮脏的内核外面，包了一层最隆重、最神圣的礼仪。他在给皇上办丧事，其实是在给自个儿办喜事。这种总结升华到人生哲理上，就是在这人情冷暖的博弈场里，最后的胜负往往取决于谁能在这最后1公里里守住那个最关键的出口。苏培盛守住了，所以他赢了，赢得了他在这紫禁城里最后的尊荣。映射到咱们现在的人情世故里，苏培盛这种人其实最狠。他不是在您活着的时候抢您的权，他是在您闭眼的那一刻，把您这辈子所有的经营全给一键格式化。您看那些家族企业里，老头子刚走，那些忠心耿耿的老管家、老账房，怎么突然间就倒向了那个最不被看好的继承人？那是因为人家在阴影里早就把账对好了，人家知道谁能给他们下半辈子的平安。苏培盛对皇上的这种密旨拦截，本质上是对一种旧秩序的彻底清盘。他不再是那个唯唯诺诺的奴才，他是那个决定谁才是真龙天子的操盘手。他在那灵堂前的每一个响头，其实都是在心里对皇上说：主子，您走您的，这天下的事儿，奴才替您重写了。这种心理上的位移，让他在后来的新朝代里，即便面对年幼的皇子，面对权倾朝野的太后，都能有一种造物主般的傲慢。这种心理深度映射到职场博弈，简直就是一场降维打击。苏培盛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完成了对旧权力的彻底埋葬，还完成了对新权力的绝对护航。他让所有的人都觉得新皇帝的登基是天经地义，是皇上的临终遗愿。这其实是建立了一个横跨两朝的信息伪造局。在这个局里，只有苏培盛一个人知道真相，这就意味着只要他活一天，他就拥有在这个帝国里随时翻盘的权利。这种博弈虽然带点泥土气的烟渣，但却是这红墙里最顶级、最老辣的生存哲学。他在那昏暗的夹道里，看着那明黄色的棺椁缓缓抬走，心里头那本账总算是彻底销账了。这出戏唱到这儿，已经没了尊卑，只有赤裸裸的生存。咱们现实生活里的人情世故也是这个理儿。您看那些在交接班时刻倒戈的一把手秘书，他们手里攥着的不是笔，是命门。苏培盛在密旨前的表现，其实是在告诉咱们，真正的博弈从来不在台面上，而是在那个连阳光都照不进来的暗格里。他在那消失的密旨里，给自个儿的老东家送上了最后的一笔勾销，同时也向甄嬛证明了，他这把刀不仅能杀人，还能改写祖宗的家谱。这种心理上的残忍，只有活透了、看穿了权力本质的人才能做得出来。他背叛了皇上作为父权和君权的最后一点威严，同时也向甄嬛展示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死人的秘密才是最安全的，而能处理这些秘密的，只有他苏培盛。苏培盛守在那乾清宫的门口，看着那个他一手扶上去的年轻皇帝，心里头那份掌控感大概已经到了巅峰。可这事儿还没完，一个参与了这么多烟杂事，掌握了这么多皇家丑闻的老奴才，真的能在这权力的漩涡中心安稳退休吗？当甄嬛从熹贵妃变成了熹圣太后，她看苏培盛的眼神里，到底是感激多一点，还是杀意深一点？苏培盛又是如何在那最后的华丽转身里，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中，却留下了那一生都花不完的富贵与那谁也撬不开的秘密的？书接上回，咱们刚咂摸完那密旨跟前的惊天博弈，
您各位是不是觉得苏培盛这老小子已经成了这紫禁城里名副其实的太上总管，得在这权力顶峰多待上些年岁？嘿，您可真是不了解这人情世故里的急流勇退。新皇帝四阿哥弘历坐上了那把冷冰冰的龙椅，甄嬛也从熹贵妃熬成了这天下尊贵的圣母皇太后。这时候，整个后宫的空气里都飘着一股子清算和重组的血腥气儿。按理说，苏培盛立了这么大的功，又是送先皇归西，又是福新君上位，何该是赏赐拿手软，宅子封到头？可您各位细细咂摸，就在这满朝文武跪在太和殿外头山呼万岁的时候，咱们这位苏大总管，他那双一直弓着的腿，居然悄悄地往后撤了，撤出了权力最核心的那道门槛。这哪是告老还乡啊，这分明是苏培盛在这场职场博弈的收官阶段，为自个儿量身定做的金蝉脱壳计。您瞧瞧这环境的渲染，满宫的红绸子还没撤，新主子的威风正盛，可苏培盛住的那间偏房里，除了2箱子旧衣裳和那一盏一直燃着的残灯，竟然干净的像从未住过人。这时候，苏培盛的心里拆解开来，那简直是透着一股子看穿生死的职场大智慧。他在想，甄嬛现在是太后了，四阿哥是皇帝了，这2位主子，一个是亲历了所有肮脏权斗的心狠手辣之辈，一个是天生多疑，想树立自个儿威权的少年天子。在咱们现代职场里，这叫什么？这叫老东家没了，新 CEO 上任，而你这个知道前任老板所有风流韵事，掌握了现任老板上位所有黑料的前任大秘书，你这时候不走，你是等着人家请你吃断头饭吗？苏培盛这时候展现出了极高的退场觉悟，他知道他手里那些秘密账本在皇上病重时是保命符，可到了天下太平的时候，那就是催命鬼。他必须得在甄嬛还没动杀心之前，先自个儿把这功劳给化了。这种心理上的位移，让他面对甄嬛的赏赐时，表现得比任何时候都卑微，甚至主动提出要去给先皇守灵，或者是去那养老的恩济庄闭门不出。这种背叛是对权力贪欲的背叛，他背叛了那个想继续当大总管的自个儿，选了一个能全身而退的隐形人。咱们再深挖一下那华丽转身的细节。当甄嬛坐在慈宁宫的宝座上，似笑非笑地问他：“苏公公，往后这宫里的事儿还得指望您呢。”苏培盛那一刻的反应极其精彩，他没谢恩，反而猛地跪下，磕头磕得山响，嘴里念叨着：“老奴老了，这眼也花了，手也抖了，伺候不好新主子了，只求太后开恩，让老奴带着锦汐去给先皇守个灵，尽一尽这几十年的主仆情分。”您听听，这话里的讥讽简直是绝了。第一，他提到了老，这是在告诉甄嬛，我这把老骨头没威胁了，您可以放心。第二，他提到了锦汐，这是在提醒甄嬛，咱俩中间还隔着个亲信呢，您要是动我，锦汐那儿您不好交代。第三，他提到了守灵，这是在给甄嬛第一个最体面的台阶，既全了忠义的名声，又把自己彻底隔离出了权力的轴心。这种细节映射到现实中，就是那种掌握了公司股权纠纷证据的高管，在公司上市后，不仅不要求升职加薪，反而主动申请去国外分公司带薪休假养老。苏培盛对甄嬛的这种以退为进，其实是对人性弱点最精准的拿捏。他知道甄嬛虽然狠，但她好名声，只要苏培盛表现得足够落魄，足够没野心，甄嬛为了显示皇恩浩荡，绝不会在这节骨眼上除掉他。更炸裂的是，苏培盛离宫的那天早晨，没有锣鼓喧天，没有百官送行，他就拎着个小包袱，带着同样一身素净的崔槿汐，趁着城门刚开的那道缝，悄悄地走出了紫禁城。
他最后一次回头看那高耸的红墙，那一瞬间的眼神里没有留恋，只有一种死里逃生的庆幸。这叫平安着陆。在职场里，这就是你参与了最激烈的办公室政治，眼看着身边的同事一个个被开除、被清算，而你却能带着丰厚的公积金和一身的秘密，优雅的去环球旅行。苏培盛对皇权的背叛，在这一刻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他不再是皇上的影子，也不再是甄嬛的刀，他成了他自个儿。他在那宫门外的第一口呼吸，吸进去的是自由，吐出来的是这几十年积攒在胸口的恶气。这种总结升华到人生哲理上，就是在权力的棋局里，真正的赢家不是那个最后吃掉对方将领的人，而是那个能看准时机，全身而退离开棋盘的人。苏培盛通过这种华丽转身，完成了他作为奴隶对命运的最高反抗。映射到咱们现在的人情世故里，苏培盛这种退法其实是最难修的功课。您看那些在单位里混了一辈子的人，临退休了还要揽权，还要对新人指手画脚，结果往往是晚节不保。苏培盛告诉咱们，只要您掌握了足够多的机密，只要您立了足够大的功，您就离危险不远了。这时候，最好的保命之道不是要更多的权，而是要更少的存在感。他在那恩济庄的小院子里种点菜，喝点茶，跟锦溪过起了那种带点泥土气的雅致生活。您说，甄嬛难道没派人盯着他吗？肯定盯着。可苏培盛每天就是晒太阳，听小曲儿，一个字都不多说。以前那些惊天动地的秘密，全烂在了他那干瘪的肚子里。这种心理上的自我封印，才是他能善终的核心逻辑。他背叛了那个充满野心的时代，选了一个最平庸也最稳当的结局。这种心理深度映射到职场博弈，简直就是一场退场机制的完美示范。苏培盛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完成了对个人生命的救赎，还给甄嬛留下了一个忠仆的完美传说。他让所有的人都觉得苏大总管是情深意重去陪先皇了，这其实是建立了一个横跨生死的完美人设。在这个人设里，只有苏培盛自个儿知道，他这是在用一种最卑微的姿态，完成了对这吃人深宫的最后一次嘲讽。他在那荒凉的陵寝边上，看着远处的夕阳，心里头那本账，总算是彻底烧成了灰。这出戏唱到这儿，没了尔虞我诈，只有那一抹淡淡的暮色。咱们现实生活里的人情世故也是这个理儿。您看那些在功成名就后突然销声匿迹的大佬，人家不是没本事了，人家是把这世道看穿了。苏培盛在离宫时刻的表现，其实是在告诉咱们，真正的聪明人懂得给主子留面子，更懂得给自个儿留活路。他在那华丽的转身里，给自个儿的老东家留下了最后一丝体面，同时也向世人证明了，只要心眼够多，即便是在这紫禁城的万丈深渊里，也能活出一份属于自个儿的清静。这种心理上的残忍与清醒，只有活透了，看穿了权力本质的人才能做得出来。他背叛了所有人对他继续掌权的预期，同时也向甄嬛展示了，在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配合，就是在他不需要您的时候，您能消失得干干净净。新皇登基了，甄嬛进位了，苏培盛也带着锦溪悄悄引入了那京郊的烟霞里。可这戏散了，这里头揉碎了的人情世故、权力机锋，却像那陈年的茶垢，死死地扣在咱这读史看戏人的心眼上。咱得把这显微镜从那具象的倒茶、下跪、吊小象上挪开，往这苏培盛的一颗七窍玲珑心里钻一钻，看看这老狐狸一辈子背叛了主子，平衡了盟友，算计了未来，到底给咱们这些在红尘职场里打滚的后生留下了什么样的处世真经？话说这紫禁城的雪下了一场又一场，埋了多少红颜枯骨，也冷了多少雄心壮志，
可唯独苏培盛这棵常青树，硬是在这冰天雪地里活出了个花来。您瞧瞧，这哪是简单的奴才上位史啊，这分明是一场关于生存主权的终极保卫战。您各位先跟着我进这环境渲染的最后一幕，那是多年后的一处老宅。苏培盛穿着一身浆洗的发白的青布长衫，坐在藤椅上，手里摇着一把破蒲扇，身边的锦溪正忙着晾晒干菜。这时候的苏培盛，那双浑浊的眼里早已没了在养心殿时的那股子金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冷漠的慈祥。这种心理拆解开来，其实是一种脱壳后的超然。他在想什么？他在想，这辈子伺候过皇上，也算计过太后，最后能在这儿闻着土味等死，这才是人生最大的赢面。在咱们现代职场里，这叫什么？这叫经历了无数次大厂内斗、高管洗牌，最后能在公司 IPO 之后带着期权全身而退，在山里开个民宿的老江湖。苏培盛这时候的心理位移，其实是对忠诚二字最彻底的解构。他这辈子到底忠于谁？说他是皇上的忠臣，他帮着甄嬛偷梁换柱；说他是甄嬛的死士，他在关键时刻掉落小巷试探虚实。其实他从头到尾只忠于一个主子，那就是他自个儿的生存逻辑。这种背叛不是道德上的沦丧，而是职场人最极致的清醒。当平台皇权开始腐朽，当老板皇上开始疯狂，你唯一的选择就是背叛这个注定要沉没的巨轮，去寻找那个能让你活下去，甚至活得更好的新生态。这种映射到现实的人情世故，就是告诉咱们，别把平台当成家，别把老板当成爹，你得把自己当成一家独立核算的经营主体。苏培盛就是把自己活成了一家顶级信息咨询公司，他把信息卖给最有潜力的一方，以此换取自个儿的股份，永不稀释。咱们再深挖一下苏培盛这种平衡木上的心理深度。大家都觉得苏培盛这辈子是靠着甄嬛才得的善终，可您各位细细咂摸，如果没有苏培盛，甄嬛能在那滴血咽期里全身而退吗？能在皇上病榻前一手遮天吗？这在职场心理学里叫共生博弈。苏培盛最聪明的地方就在于，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不可替代的插件。他掌握着皇上最私密的偏好，也掌握着甄嬛最致命的把柄。这种心理上的博弈，其实是他在不断的向甄嬛暗示，我背叛了皇上，是因为我看好你，但我手里攥着的那些旧账，也是我能随时背叛你的资本。这种带刺的忠诚，才是让甄嬛这种狠角色也不敢动她的根源。映射到咱们的人情世故里，这就是那种手里攥着公司核心源代码，又跟大客户关系铁磁的老技术总监。新老板上台了，想开除他，不敢；想冷落他，不能。苏培盛把这种被需要的恐惧完成了一种艺术。他在每一次弯腰低头中，其实都在确认自个儿的价值。这种总结升华到人生哲理上，就是在这世上，没有人能给您绝对的安全感，除了您手里那份谁也拿不走的筹码。苏培盛这一生，其实就是不断收集筹码，不断精准下注的过程。他背叛了皇上的情感期待，是因为那期待已经成了负资产。他选择了甄嬛的未来红利，是因为那红利能保他长命百岁。这种冷酷的理性，带点泥土气的雅致，让他在一众只知道磕头送命的奴才里，活成了唯一的聪明人。您再瞧瞧这苏培盛在最后时刻的总结升华。他看着那夕阳西下，心里头可能在想，这紫禁城啊，其实就是个大戏台，皇上也好，娘娘也罢，都是在演给天看，唯独咱们这些躲在阴影里的奴才，才是真正的观众。这叫观众心态的博弈。
苏培盛之所以能背叛的那么心安理得，是因为他早就把这宫里的权力看成了一场虚妄的游戏。既然是游戏，那就得讲规则，规则就是活下来的人才有资格评论。这种心理深度剥离出来，其实是对权力的极度蔑视。他跪在皇上面前的时候，心里可能在数着皇上的胡子有几根；他应承甄嬛的时候，心里可能在盘算着今年新出的龙井是个什么价。这种心理上的见离感，让他能在最残酷的权斗中始终保持一份冷静，不至于像浣碧那样陷进去，也不至于像安陵容那样疯掉。这就是职场里最顶级的情绪管理。我可以为你卖命，但我绝不为你动情。苏培盛对皇上的背叛，本质上是他在感情上先撤了资，所以他在动手杀人的时候，那手才不会抖。这种映射到现实，就是告诉咱们，干活的入戏，出戏的彻底。您在单位里可以为了项目熬通宵，可以为了指标掉眼泪，但您心里的明白，那都是戏。下了班，关了灯，您得把自个儿从那堆 KPI 里刨出来。咱们聊到这儿，得聊聊这苏培盛给咱们留下的最后一份大礼包，那就是关于名声与实惠的辩证法。您瞧，苏培盛这辈子背了多少骂名？有人说他阴险，有人说他卖主，可他最后落着了什么？他落着了锦溪，落着了富贵，落着了这一辈子没断过的热茶热饭。在这紫禁城里，那些要名声的，比如沈眉庄、香消玉殒了，比如年世兰撞墙自尽了，唯独这个不要脸面，只要实惠的苏培盛活到了最后。这种总结升华，其实是给咱们现代人的一剂醒脑药。在生存面前，那点子虚无缥缈的评价，真不如手里的一碗热汤面。苏培盛用他的一生告诉咱们，真正的博弈是舍弃那些虚名，去换取最实实在在的生存权利。他背叛了所谓的忠义，换取了作为人的最后一点尊严。他在那老宅里晒太阳的时候，那阳光照在他没胡子的脸上，那一刻他才觉得自己是真的活过。这种心理上的自洽，是他所有背叛行为的终极闭环。他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因为他自个儿就是这一局棋的最终解释权拥有者。最后，咱得把这事儿映射到咱们每一位中老年朋友的心坎上。您各位活了大半辈子，经历了多少风雨，看透了多少人心，是不是有时候觉得这人情世故比这戏里演的还要脏，还要冷？苏培盛这老狐狸，其实就是咱们的一面镜子。他告诉咱们，无论您在什么岗位上，无论您在谁手底下讨生活，都要记得：第一，别迷信老板的承诺，得看老板的底牌；第二，别把感情当成职场的第一生产力，厉害才是永远的硬通货；第三，也是最要紧的，在权力大洗牌的时候，一定要先给自个儿找好退路，别等大雨淋透了才想起来没带伞。苏培盛这一辈子的背叛，其实是一部最深刻的自我救赎史。他从一个被剥夺了男性尊严的残缺之人，通过在这权力巅峰的反复横跳，硬生生的给自己拼凑出了一个完整的、自由的、有尊严的晚年。这种博弈的雅致，就在于他不需要大张旗鼓，只需要在每一盏茶、每一句话、每一个眼神里，悄悄地、坚定的把自个儿的命运往自个儿手里拽。讲到这儿，咱这也就圆满了。这响幕一拍，那是震碎了深宫的残梦，也拍醒了咱这听书人的迷思。苏培盛虽然远去了，但他那弯腰驼背的影子却长长的映在这红墙绿瓦上。他在告诉后来人，这世间本没有永远的背叛，只有不够理性的忠诚。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换作是您，在那吃人的紫禁城里，守着那份注定要过时的忠诚等死，还是像苏培盛一样，在每一个博弈的当口，给自个儿道出一片新天地？这人生的选择题，
咱得带着这苏公公的一身泥土气的雅致，回自个儿的生活里慢慢去咂摸。全书完。您各位觉得苏培盛这一生到底是这宫里的头号背叛者，还是那命运之神派来给甄嬛破局的最后一块拼图？咱们评论区见，保准还有更炸裂的等着跟您各位交心。